1963年，巴厘岛的阿贡火山爆发，农田尽毁，被迫迁徙。然而，也是同一场火山爆发，把一艘搁浅船送入海底，彻底改变了一个村落的命运。今天就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探访这个村落的前世今生。图兰本是一个位于巴厘岛东北海岸、面向龙目海峡的村庄，行政上属喀朗阿森县。它坐落在阿贡火山东北坡脚下。阿贡是巴厘岛最高峰，也是巴厘人的圣山。村里的海滩不是沙滩，而是由相当大的光滑的石头覆盖。由于这一带处在阿贡火山的余影区，气候干旱，缺乏灌溉水源，无法发展巴厘岛赖以闻名、由苏巴克灌溉系统支撑的水稻梯田。再加上缺乏旅游资源，意味着这一带是巴厘岛较贫穷的地区之一。喀朗阿森东北海岸的传统制盐历史悠久，与图兰本邻近的阿麦的村落的阿麦的盐，自1578年起就被指定为喀朗阿森王国诸王的贡盐。我现在在一家叫做 Hotel 乌亚和可费 Garam 的餐馆吃饭。这个乌亚和 Garam 在巴厘语和爪哇语中的意思叫做盐，就是那个食用盐的盐。阿麦的这个小村在旅游业兴起之前是巴厘岛甚至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时呢，这个阿麦的这个小村只是以传统的捕鱼业和制盐业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旅游业兴起之后呢，这里多了很多潜水店，然后自由潜，然后瑜伽，甚至成了数字游民的一个基地。因为传统的制盐业利润不高，所以很多传统的盐农就把海滩边的这个土地给卖掉了，所以传统制盐业不断的压缩。然后这家酒店和可费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传统制盐业的历史与传统。刚才问了一下那个可费的老板，然后他说这个制盐的过程只会发生在7月和8月，所以我现在4月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传统的制盐业就是非常依赖阳光和干燥的环境嘛，所以现在是属于雨季的尾巴，还偶尔会下雨，以及空气湿度比较高，所以他们不会采取制盐的过程。我们现在步行去到附近的阿麦的 South Center， 就制盐中心，去看看能不能拍摄到一些有意思的画面。Hello. Yeah, just curious. If I want to know the process of soil making, now is not a good time. Yeah, because now not yet open because not the season now. Normally we start the production from August until November. August till November. It's like the summer season. Oh, I see. Okay, cool. Can I take a look now? Yes, please. Okay, thank you. Take your time. 由于阿麦的三面环山，临海的平地极少，几乎没有条件修盐田，所以当地人发展出一套用椰木托盘完成干燥结晶，不必修建盐池的独特方法。每年7月底，盐农开始准备一块类似稻田田埂的场地，做出田畦。田畦里是从山上取来的一种含粘土的火山沙土，这种含粘土的沙土能从海水里捕获吸附盐分矿物。盐农会在田畦上反复灌海水，养出咸土。之后，这种精华土会被送到一种倒锥形的过滤装置，过滤出的老卤水则会被导入叫做帕浪的晾晒容器。帕浪很贵，必须用上百年的老椰子树干来做，因为老树干不容易腐烂。从整地到从帕浪中得到盐结晶，至少需要9天的时间。阿麦的盐的晶体入口即化，咸味清爽，不带过度的苦味，品质很高。图兰本阿麦的一带的传统捕鱼业和它的制盐业一样，也是被这片特殊的海岸地理倒逼出来的。
东北巴黎临海的平地极窄，山势陡峭，近岸就是深水，渔民没有渔港，没有大船，靠的是一种叫做竹控的小小独木舟，从家门口的硕石滩直接下海。竹控是一种小型木质舷外撑架独木舟，船身由整根树干掏空而成，两侧各伸出一根撑架，保持平衡。它属于南岛语族撑架独木舟大家族的一员，使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通行的蟹爪帆。这个设计已经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沿用了约2000年，从公元200年前后一直到今天几乎没怎么变过。用博物馆学者的话说，巴黎的竹控是一件珍贵的南岛独木舟传统遗存，而这个传统在太平洋各文化中几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传统竹控造船的每一步都要看巴黎历法择吉日，通常在雨季砍树，以减少虫蛀。一条经典的5件套结构由船身、2片翼状首尾件、2条弦边木组成。船造好后，还要举行一场很美的祈福仪式，献上米、鲜花和水果。船首两侧画着一对眼睛，这对眼睛用来驱邪，并指引船只安全返航。它们是海象鱼的一部分。海象鱼是印度教神话中海神巴鲁纳的坐骑。老渔民相信这对眼睛能带他们平安回家。在巴厘岛东北海域，渔民只要坐着竹控往外开几海里，就到了70到100米深的水域。在这个深度，马海即鬼头刀鱼和马鲛鱼一类的洄游性大鱼随时会咬钩。在丰鱼季节，最主要的渔获则是煎鱼。图兰本位于巴厘岛东北部的海岸，原本是一个非常宁静，甚至有点贫穷的小渔村，当地人只是靠捕鱼生活，生活节奏非常的慢。这一切改变都是因为一艘沉船，也就是那个自由号。1942年，一艘被日军鱼雷击中的美军运输船 USAT Liberty 搁浅在其黑色硕石海滩上。1942到1963年期间， Liberty 静卧在图兰本的黑色硕石海滩上长达21年，直到1963年，沉寂120年的阿贡火山开始活动。火山爆发和活动持续到1964年初，爆发的震动把 Liberty 推离海滩，滑入海中，船体断裂，最终侧卧在平行于海岸的斜坡上，意外造就了一座世界上最易抵达的沉船。你就直接从岸上可以岸潜就可以到达这个自由号，它是从水下5米到20-30米。1970年代，巴黎地方政府开始勘探全岛潜水点，凭借印尼海军提供的关于这艘美国沉船的信息找到了它。此后，这艘船引起2位传奇潜水员瓦利·西亚根和阿万迪·朱奈迪的注意，他们拍摄测绘了 Liberty。从1970年代起步，当时全岛只有3家潜水运营商。1980年代，图兰本已有旅游车流。1990年代，随 Diving Bali 出版而暴增。当地人回忆，1990年代图兰本只有3-4名潜导，潜水店集中在南部的沙努尔，游客自带潜导和装备。当地人当时还只是自己村里水下奇观的旁观者。由于图兰本硕石滩难行，又没有通往海滩的小径，妇女们自发为潜水员搬运气瓶挣钱，之后还专门成立了合作社。随着潜水业的发展，现在图兰本整个小渔村，基本上全民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潜水。你可以看到遍地的潜店、潜水度假村、餐厅，然后以及其他与潜水相关的一些商业活动。但是它也没有过度开发，现在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样子。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自由号沉船岸潜的入水点。我后边是夜潜的人。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能够看到这里，就请给我一个关注。下一期我们将一起潜入这艘沉船，看一看它在海底的样子。我们下期见。